伊洛娜有2个深爱着她的男友，她原以为3人的生活将永远平淡而幸福的延续下去，但时代的洪流是把他们的命运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作为布达佩斯一家餐厅的女招待，伊洛娜不仅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在音乐方面更是才华横溢。她还有一个深爱着她的男友，餐厅老板萨博。无论外貌还是才钱，她都令无数男性顾客心驰神往，几乎成了餐厅的另一块招牌。在美食与美女的双重吸引下，餐厅多了许多常客。老画家几乎每天都捧着素描本来，后若有所思，或以周温柔为模特画上几张素描。德国人汉斯也几乎天天光顾，他最喜欢吃餐厅的招牌肉卷，当然他的目光更多的是偷偷注视着伊洛娜。萨博对这些客人的心思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在意，他知道伊洛娜是不会为这些吸引而动摇的。但是艾迪的出现给2人的关系平添了几分不同寻常的色彩。他是餐厅新来的钢琴师，总是带着忧郁和安静的气质，或许正因热爱音乐，他和伊洛娜总能在彼此眼神中读出某种共鸣与情愫。一切的伏笔都在伊洛娜生日那天悄然埋下。德国人汉斯自豪地展示着德国生产的新型相机，想借此拉近2人之间的距离。萨博则为伊洛娜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庆祝仪式。Engel werden zwar nicht älter, aber Geburtstag haben sie trotzdem, weil sie nämlich auch mal gern einen Champagner trinken. 还送上了一只漂亮的发卡作为礼物。伊洛娜戴上发卡，给了萨博一个深情的吻。一旁的汉斯多希望那个吻能落在自己身上。艾迪的礼物比较特别，是一首他自己最近写好的曲子。空气仿佛凝固一般，琴声停息了好一会儿，人们才仿佛从梦中醒转，轻轻呼出一口气。伊洛娜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她一直很欣赏艾迪的才华，而这音乐更让她神思交结。Hände weg vom Piano! Ich wollte dem Fräulein Ilona auch ein Ständchen. Bei uns darf der Gast fast alles, nur nicht in die Küche und ans Piano. 艾迪并不喜欢汉斯，不过好在萨博及时化解了可能的冲突。汉斯向伊洛娜表示，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并且他明天就要启程回德国了，因此想替伊洛娜拍张照片留作纪念。伊洛娜欣然同意，这在钢琴旁将甜美的笑容定格在镜头中。4个人在餐厅打烊后一起离开。萨博同艾迪仍谈论着刚才的那首曲子。艾迪说这首曲子叫做《忧郁星期天》，萨博立刻展现出了商人的敏锐，他觉得这首曲子有着大红大紫的潜力，应该将它录制成唱片。与此同时，前方的汉斯突然停了下来，他深情地望着伊洛娜，然后向她求婚了。伊洛娜甚至觉得他在开玩笑。Gleiten Sie mich nach Berlin. Nirgendwo auf der Welt ist es aufregender. Deutschland ist erwacht. Und Sie sollten jetzt besser schlafen gehen. 尽管汉斯表示自己在德国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一定会给他最好的生活，伊洛娜还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汉斯心灰意冷地离开后，艾迪也要和2人分开了。伊洛娜与他吻别，2人的目光中写满不舍。萨博看着这一幕，心知2人之间已暗生微妙的情愫。Du weißt doch, wegen mir musst du dir keine Gedanken machen. Ich habe immer gesagt, der Mensch soll sich frei entscheiden können. 他轻轻亲吻了伊洛娜，转身走向另一条岔路，将选择的权利留给了他。伊洛娜并没有跟上来。要说萨博不在乎，那是假的。他独自站在多瑙河畔发呆时，却碰到了刚刚离开的汉斯。汉斯还在回味刚才那首悲伤的曲子，就像有人说了你不想听的话，但你心底又知道那是实话。说完，他又自顾自地离开了。没过多久，萨博听见扑通一声，他赶忙喊着汉斯的名字冲了过去。此时伊洛娜正与艾迪在一起，他们的吻是那样炽热与缠绵。汉斯并没有死，萨博救了他。他用汉斯最爱吃的肉卷重新唤起了他的意志。第2天清晨，萨博还把他送去了火车站。汉斯总喜欢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保证以后一定会偿还萨博的恩情。与此同时，面对恋人依旧沉浸在晨光中的柔情里，伊洛娜轻声要求艾迪为她弹奏一曲。Spiele, wenn du für mich singst. Ich singe nur noch, wenn ich allein bin.
Jetzt bin ich nicht allein. 萨博在街上采购的时候碰到了伊洛娜和艾迪，两个男人远远地对望着，显得有些不自在。倒是伊洛娜用一个吻打破了僵局。萨博感慨自己认识伊洛娜4年了，才意识到许多人都想要肉体和心灵双重契合的伴侣，这种伴侣既能让人觉得满足，又能使人保持饥饿感。伊洛娜现在就拥有2个这样的伴侣，自己和艾迪。Und eine geteilte Ilona ist mir immer noch lieber als keine Ilona. 萨博的话让伊洛娜绽开了微笑，而艾迪也默许了他的看法。于是3人便开启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恋情。回去的路上，2个男人合力抬着刚买的土豆，就像他们共同拥有伊洛娜一样。这天，老画家依旧在餐厅内静静作画。伊洛娜发现店里来了几位维也纳的音乐人，她想借此机会帮艾迪出版《忧郁星期天》，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萨博。精明的萨博立刻安排伊洛娜为音乐人送上咖啡，并在他们品味咖啡时，让艾迪再度弹奏那首曲子。Budapest. Das ist Budapest.果然，艾迪出色的演奏不仅获得了老画家的共鸣，也引起了几位音乐人的浓厚兴趣。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很快便就录唱片一事展开了单独谈判。凭借丰富的谈判经验，萨博为艾迪争取到了颇为可观的报酬。协议达成后，萨博正准备用一瓶香槟庆祝，伊洛娜却发现老画家竟将那只装有素描的画架遗落在了餐厅里。Das Lied war sehr schön. Vielen Dank. Ich muss jetzt gehen. Dank ist gut, bezahlen wäre besser. Er war so merkwürdig heute. 艾迪自知口才欠佳，便提议请萨博担任他的经纪人，为此愿支付10%的酬劳。萨博欣然同意，但他声明这仅是朋友间的帮忙，不会额外收费。都说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可3个人的恋情却未必如此。伊洛娜和萨博相伴的时候，艾迪总独自一人守在楼下，一坐就是一整夜，直到第2天早上，伊洛娜和萨博走出公寓，他便起身与2人一同前往餐厅。艾迪的唱片后续需要在维也纳录制，伊洛娜也希望3人能一同前往，但是萨博却一口回绝了，因为他做生意的宗旨就是全年无休，就分1天也不行。这说话间，他们突然目睹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画面，老画家竟选择了放弃生命。昨晚他还在餐厅画画，还在听《忧郁星期天》。Das Lied war sehr schön. Vielen Dank. Ich muss jetzt gehen. 艾迪和伊洛娜一起去维纳斯待了3天，萨博心中涌起一丝苦涩，气得摔碎了一瓶红酒。《忧郁星期天》在广播里播出了，还特别提到这首曲子源自萨博的餐厅。3个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起喝了几杯以示庆祝。随着夜幕降临，街上行人稀少，而他们依旧意犹未尽的漫步闲聊。艾迪总觉得这首曲子似乎隐含着某种深层信息，可怜他自己也未能完全捕捉到其中的意味。萨博劝他别强求，许多答案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2个男人前几天心里都积压着怒火，结果带着醉意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伊洛娜本想阻止他们争吵，但没想到2个男人却把矛头转向了自己。Du hast gut reden, du hast doch alles, was du brauchst. 2 Männer und wir haben jeder nur eine halbe Frau. Genau. Wer ist denn schuld, dass wir streiten? Und leiden. Und leiden. 伊洛娜最后生气地跑回家了。远处正好有一支游行队伍缓缓经过。为了讨好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匈牙利最近退出了国际联盟。而在这不远的地方，一场人类历史的灾难正悄然酝酿。萨博和艾迪今天这么一吵，反而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他们醉醺醺地睡在了一张床上。翌日清晨，当2位男士来到餐厅时，伊洛娜依然怒气未消，一边整理桌面，一边宣称要与他们俩多断绝关系。萨博和艾迪则极力地表示着歉意，表示彼此都离不开对方。正在这时，邮差送来一封给伊洛娜的信，那是汉斯寄来的，信中附有他曾为伊洛娜拍下的照片。伊洛娜站在钢琴旁边，面带笑意。汉斯还提到了自己的近况。Ansonsten habe ich viel zu tun. Meine Firma expandiert mit dem Deutschen Reich. Aus Deutschland wird Großdeutschland. Denn wir sind ein Volk ohne Raum. 3人并没有嗅到信中危险的气息。紧接着又有电话打给萨博，一位世界级商业巨头预定了6个位子，打算专程带家人来聆听艾迪演奏《忧郁星期天》。
这样的大主顾预定位子，餐厅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就这样，3个人的捕快也随之而去了。 Und wie geht es jetzt mit uns weiter? Uns dreien? Ich probier's noch mal mit euch. 晚上，巨头一家人来到餐厅，而且来的还不止6个人。巨头的妹妹似乎很喜欢这首《忧郁星期天》，尽管曲子还没有填词，她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要求艾迪再度献奏。 2位记者找到了艾迪，艾迪还以为是自己的曲子受到了关注，却意外得知了巨头妹妹的不幸噩耗。更离奇的是，这样的悲剧在短短3天内竟已发生5次，每个离去者都伴随着《忧郁星期天》的播放。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艾迪不知所措，他只好迅速逃离了现场。今天艾迪没来上班，伊洛娜很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过萨博还挺开心的，因为这件事慕名来餐厅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看伊洛娜忧心忡忡，便放下餐厅里面的事情，陪他一起去找艾迪。艾迪没有回家，院子里的小姑娘说在多瑙河附近见过他，两人就骑上自行车奔向大桥。经过一番寻找，他们果然在桥上发现了艾迪。他神情凄然，时不时的还将乐谱随手抛向桥下。伊洛娜与萨博急忙跑上前，艾迪喃喃自语着，这是一首诅咒之曲，仿佛觉得自己应对那5条人命负责。Du hast sie doch nicht dazu aufgefordert. Du hast ihnen den Abschied nur verschönt. Aber warum wollen die Leute gerade mit meinem Lied sterben? Vielleicht hat es mit der Botschaft zu tun, von der du geredet hast. 两人的话重新唤醒了艾迪活下去的希望。他还没弄清楚自己这首曲子想要表达的含义。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尽的事。此后的一段时间，3人像普通情侣一样共享着幸福与欢笑。伊洛娜肆意在湖边嬉戏玩耍，而她的2个男友则满怀爱意地凝望着她。艾迪脱衣服的时候，一个小瓶子掉了出来，那是一瓶毒药。艾迪原本是为自己准备的，但现在的他已经不再需要了。3人并肩躺在绿草如茵的原野上，2个男人温柔地指着伊洛娜的肩膀。他原以为此后的生活将永远如此平淡而幸福的延续，但外面的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想要征服世界，他和他的军队不断侵蚀着欧洲大陆。关于忧郁星期天引发的风波也未曾平息。仅仅在匈牙利，听着曲子离开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57人。媒体戏称该曲的作者也征服了世界，害死了别人的同时，却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财富。艾迪也一直被这件事困扰，难以安心。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汉斯再次回到了布达佩斯。此时的他已晋升为一位德国上校，跟随德军进驻此地。然而汉斯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沃沃尔雅的汉斯，他变得和其他纳粹军官一样卑劣，仿佛挑衅一般的。回到餐厅后的第一件事，竟是故意按动了一台早被萨博交代餐厅里只有钢琴和后厨不能碰的钢琴。艾迪见汉斯身着军装，心中怒火涌动，却只能强压情绪。而汉斯还不忘参观厨房，看看他最喜欢吃的肉卷怎样烹制而成的。萨博只得在一旁苦笑作陪。有一次，汉斯与一位德国军官来到餐厅小活，临走时，萨博不小心和那个喝醉酒的军官搬在一起吃到了，就惨遭一顿毒打。这一切只因为他是犹太人。汉斯虽然最终拦住了他的伙伴，但却借此想讨伊洛娜的便宜。他说和伊洛娜在一起就不算背叛自己的妻子，因为伊洛娜是他的天使。Ich kenne mich da nicht aus, aber ich glaube, Engel tun so etwas nicht. Bist du sicher? Ich denke schon. Wir im Himmel sind da eher konservativ. 伊洛娜早已听说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即便身处盟国也难逃此祸。为了帮助萨博脱离险境，他们决定先把餐厅过户给伊洛娜，伊洛娜再去汉斯那里给萨博争取的参战义务证明，以示他对战争的支持，这样人和财产就都可以保全。伊洛娜来到汉斯的办事处时，
真见他与那位曾到访餐厅的商业巨头谈判。此时同样身为犹太人的商业巨头已经风光不再，这个被德军强行征用当作办事处的别墅其实就是他的家。汉斯承诺可将其全家送往中密国，并营救那些已被送进集中营的亲属，但条件是巨头的所有固定资产是归德国所有，还要另付60万给汉斯。要知道巨头的一家工厂都不止值6000万，但为了活命，巨头只能任其摆布。汉斯对伊洛娜态度殷勤，爽快地答应帮助萨博，但他的企图其实很明显。伊洛娜的身体似乎是唯一的筹码。这次汉斯没有所求报酬，可事情会就此了结吗？伊洛娜从办事处出来时，艾迪正在门外等他。艾迪很生气，伊洛娜去了那么久，他不愿对汉斯及德国人低声下气，也不理解伊洛娜那片苦心。2 Männer genügen dir wohl nicht. Macht's dir ein Arier besser als 2 Ungarn? 虽然匈牙利作为德国盟友免遭战火蹂躏，但各种生活物资均被征用，民生陷入极度困顿。这天汉斯又被另一位上校来餐厅用餐，餐厅连他最爱吃的肉卷都无法供应了，萨博只能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道歉。两人正商谈一桩非法买卖，他们打算利用职权之便向犹太人收取钱财，以换取他们的生命。即便在纳粹体制下，这种勾当也是违反规定的，但汉斯并不害怕，他计划把收敛来的钱财装进一个棺材里，假装面试运回德国，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萨博因为证明的事情向汉斯表示感谢，可汉斯却失去了往日的平和，故意宽宏大量地要求萨博讲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笑话，以检验他的服从性。萨博有些紧张，他讲了一个关于集中营的笑话来暗讽纳粹军官小步机长。讲完时，汉斯和上校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周围人也害怕得不敢出声。这个笑话的精明之处在于，如果汉斯发怒，他就真成了笑话里小肚鸡肠的军官。为保颜面，他只得佯装宽宏。果然，不一会儿，汉斯和上校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萨博被吓出一身冷汗，他轻轻松了口气。紧接着，汉斯又毫不客气地命令艾迪弹奏忧郁星期天。面对汉斯的命令和萨博的请求，艾迪一动不动，目光死死锁定汉斯，甚至扫视了挂在椅子上的手枪。眼见事情就要升级，伊洛娜急忙上前劝解，但艾迪依然固执不肯妥协。无奈之下，伊洛娜只好找出前不久艾迪为这首曲子写的歌词，一字一句地唱了起来。Trauriger Sonntag, dein Abend ist nicht mehr weit. Mit schwarzen Schatten teil ich meine Einsamkeit. Schließ ich die Augen, dann seh ich sie 100-fach. Ich kann nicht schlafen und sie werden nie mehr wach. Spiel für mich. Ich seh Gestalten ziehen im Zigarettenrauch. Lasst mich nicht hier, sagt den Engeln, ich komme auch. Trauriger Sonntag. Einsame Sonntage hab ich zu viel verbracht. Heut mach ich mich auf den Weg in die lange Nacht. Bald brennen Kerzen und Rauch macht die Augen feucht. Weint doch nicht, Freunde, denn endlich fühl ich mich leicht. Der letzte Atemzug bringt mich für immer heim. Im Reich der Schatten, da werd ich geborgen sein. Trauriger Sonntag。直到音乐止歌声歇，人们才仿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情绪激动的伊洛娜冲进走廊缓解心情，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寂。伊洛娜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艾迪，他用汉斯的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萨博和伊洛娜一起安葬了艾迪，汉斯也来到墓地，伊洛娜却不想再和他说一句话。汉斯假惺惺地问萨博是否需要帮助。萨博想离开匈牙利，但汉斯保证只要有他在，萨博一定不会有事。不过他告诉萨博可以介绍其他犹太人离开，每个人收费至少要$1000，而每天只可以带3个人去他的住处。这使得汉斯很强硬，也很冷酷，宛若一个饥渴的吸血鬼。Und du musst dir keine Sorgen machen. Dein Name steht ganz oben auf der Liste von Personen, die nicht ohne meine ausdrückliche Zustimmung einer Sonderbehandlung zugeführt werden dürfen. 这话听起来像是保护，实则暗含威胁，昭示着萨博无法逃离汉斯的魔爪。直到这时，萨博才逐渐领悟出忧郁星期天所隐含的真意，那是艾迪生前一直在寻找的。
glaube, das Lied will sagen, dass jeder Mensch seine Würde hat. Wir werden verletzt, wir werden gekränkt. Und das alles halten wir aus, solange wir uns einen letzten Rest Würde bewahren können. Aber wenn uns nur noch ein Kübel Jauche nach dem anderen über den Kopf gegossen wird, dann ist es vielleicht besser, sich von dieser Welt zu verabschieden. 用一句老话总结就是士可杀不可辱。 Wer sagt denn, dass man gehen muss? Man kann auch bleiben und für sein Glück kämpfen. 有人做得到这件事，但显然艾迪不是其中之一。此后，萨博暂时关闭了餐厅。汉斯在收了钱后，帮萨博认识的一些犹太朋友去了中立国。当然，这些人都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他看珠宝值钱，还会退回一部分现金给他们。付钱的女人当即泣不成声，感激涕零。汉斯是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前线局势的变化，正在为战争结束之后铺路。女人离开前，拜托汉斯帮忙解救其已经被送往集中营的教授叔叔。汉斯也爽快应允。果然，局势很快就产生了变化。广播上说德国人无法抵抗苏联的反击，红军马上就要攻入匈牙利了。唱片公司也送来了艾迪录制唱片的分成。艾迪仿佛早已预感到这一天，他告诉唱片公司，如果自己出了意外，就把收入平分给萨博和伊洛娜。得知消息的两人再次陷入了悲痛之中，久久难以释怀。这天，萨博刚一出门，就遇到几个纳粹士兵，他们正在问站在窗口的老太太萨博住哪儿。老太太看着站在士兵身后的萨博，说他住在3楼，这也为萨博变相争取了一些时间。士兵冲上3楼的时候，只有伊洛娜在浴室里洗澡。萨博知道自己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他在餐厅给伊洛娜留下了一封遗书，刚把信藏到钢琴里，想伸手去拿毒药。纳粹士兵就闯进餐厅抓住了他。到了这个时候，先前那份证明早成为了一张废纸。伊洛娜疯了一样推上自行车去找汉斯，此刻汉斯已经打算把收敛来的钱财全部运走了。面对伊洛娜的哀求，他要求她付出代价。伊洛娜明白他的意图，为了换回萨博，只得强忍泪水，任由汉斯亲吻她的嘴唇，甚至粗暴地撕扯她的衣衫。事后，汉斯去找到同僚，要求释放一名已被抓捕的犹太人。得到同意后，他亲自来到火车站，一大群犹太人正在那里被装上火车。萨博就在这群人中。他看到汉斯时，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很快这希望就破灭了。被汉斯带走的是他曾承诺要搭救的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战后，这位教授的身份将为汉斯带来更多利益，这才是汉斯想要的。萨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卑微的祈求和呼救，而是静静地注视着火车门缓缓关闭，因为他深知士可杀不可辱。后来，伊洛娜回到餐厅，发现了萨博留下的信，信中写道：“我要阻止最后那头屎尿撒来，我要追随艾迪而去，我学不会如何去斗争，而且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毒霸伊洛娜心如刀绞，泪珠悄然滑落。数月之后，怀孕的伊洛娜前往墓地探望艾迪，她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2位爱人。只是可怜的萨博连个墓地都无法拥有，但伊洛娜没有想要放弃，她决心留下来继续斗争。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餐厅重新开业。5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是德国驻匈牙利大使汉斯的80大寿。他特意携妻子来到布达佩斯的餐厅庆生。餐厅上面虽然还挂着萨博的名字，但早已经物是人非了。如今的招待是一位中年男士，看着自己曾经最爱吃的肉卷，汉斯亲自点了那首《忧郁星期天》助兴。不经意间，他的目光落在一张旧照片上，那是他曾为伊洛娜拍下的。照片中伊洛娜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片刻之后，汉斯似乎中了诅咒般，心脏抽紧，痛苦倒地，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把他的妻子只忙于捡拾散落的珍珠，汉斯大使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匈牙利人民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悼，重建他当年救下上千名犹太人性命的壮举。而在餐厅后处，一位老妇人正洗净那空空的毒药瓶，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位逝者手捧香槟为他庆祝生日。我们看不到伊洛娜如今的面容，但是萨博多年前送给他的发卡依旧闪烁着光芒。母子俩欣慰地拥抱在一起。多年之后，忧郁星期天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布达佩斯之恋是一部充满诗意与悲怆气息的匈牙利影片，其镜头从始至终都与那条贯穿布达佩斯乃至整个欧洲的多瑙河紧密相连。影片开头与结尾那场镜头不仅展现了流动的水波，更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时光与命运、爱与复仇的永恒传说。而贯穿全片的音乐主题，那首令人心碎的忧郁星期天，在几十年前曾风靡欧洲，成为一个时代的旋律符号。现实中，这首曲子创作并非出自电影中那位忧郁的钢琴师艾迪之手，而是由匈牙利作曲家罗兰斯·查理斯于1933年创作。乐曲问世后的短短13年间，
竟有100余人因其哀乐旋律而走向绝路。首例就发生在布达佩斯一家喧嚣的酒馆中，一位沉醉于旋律与酒意的青年便选择了永别。面对这一离奇现象，连心理学家与作曲家本人也束手无策，而鲁兰斯也因此终生抱憾。今天我们早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令人窒息与绝望的并非仅仅是一段旋律，而是那个乌云密布的时代。2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们的情感仿佛处于崩溃边缘，哪怕是一丝忧伤或轻微的叹息，都足以撕裂内心。这首《忧郁星期天》便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挽歌，悲悯地记录着人们对尊严与生命的不屈追求。纵观历史，匈牙利曾是一个历尽蹂躏的民族，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的侵扰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令这个民族对尊严与生命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执念。影片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赋予了伊洛娜与她身边3位男士独特而深刻的象征意义。女主人公伊洛娜犹如那个动荡惶恐时代的一日光芒，从形体、气质到心灵都寄托着电影家和匈牙利民族的美的理想，是美和爱的极致。她几乎获得了所有人的爱，为了爱，她也牺牲了一切。50年后那种复仇的决绝，更使她的人格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善良隐忍的餐厅老板萨博，以德报怨却也饱含深情。这个小人物有着最广大的爱的胸怀，他雇佣艾迪做琴师，复仇之外还要送给他一套西服，而后又主动做他的经纪人，为忧郁星期天的版税讨价还价。为了伊洛娜，他选择接受与艾迪分享的角色，他救了汉斯一命。而当他有可能向汉斯祈求保住性命时，这个平时稍显怯懦与世故的男人却选择了有尊严的离去。钢琴师艾迪的倔强与尊严，则代表了匈牙利民族的另一种坚守。当他既面对着纳粹分子的淫威，又面对着恋人的真情，不得不弹起那首本应该献给生命的乐曲时，他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爱情和尊严。至于汉斯这位德国商人，他被人痛恨不仅仅因为他是德国纳粹，他首先是一个为了利益出卖友谊、出卖爱情、出卖人格、出卖一切的背叛的极致。电影为他设计了5种身份：情种、做人民交易、大战真才、不相信任何主义的利己者，因为背叛被处死的复仇对象。影片结构紧凑而考究，时空转换自然流畅。一开始，一张黑白照片缓缓浮现，将观众引入伊洛娜那段充满爱恨情仇的往昔，而在结尾，同一张照片又与当下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50年挚爱与复仇的故事。伊洛娜曾因心理阴影而不敢公开歌唱，她在那关键的时刻，当汉斯逼迫艾迪演奏那首曲子时，为了守护挚爱，他忍辱打破禁锢，公开献唱。艾迪将忧郁星期天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他。在最后一次伴奏后，他选择以生命捍卫爱情与尊严。萨博在多瑙河边救下了情敌汉斯，这最终也没能逃脱背叛的命运。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正是汉斯说一定会回报他的火车站。每一个转折都深刻揭示了那句老话：士可杀，不可辱。餐厅曾经也留下过汉斯爱的记忆，汉斯最后死于餐厅，也算得上另外一种意义的生与死，死与死。影片的终章仍然定格在那灯火迷离的多瑙河上，这条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爱之河，这象征着永恒不灭的情感与记忆。年迈的伊洛娜仅凭一直伸出的手臂，便定格了那种超越时间的美丽。正如萨博曾言，天使虽永不衰老，但他们总有生日需要庆祝。